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到底有多扛票房？博纳年报显示，文艺片都能盈利 1.19 亿。7月12日，博纳影业的一份年报在互联网上曝光，一时间引发了网友们的兴趣，并且也引发了业内关注。这份年报内容显示，博纳影业2023年电影投资及发行收入 4.60 亿元，其中无名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 2.58 亿元和 1.39 亿元，毛利率为 46.12%。博纳影业为上市公司，财务数据公开透明，不能造假。所以，这则年报内容非常值得注意与分析一下。这则内容意味着，文艺片无名帮助博纳影业实现了 1.19 亿元的毛利润。这似乎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，青年实力派演员王一博是具备强大的市场号召力的，确实扛得起院线电影的票房。对于文艺片能够盈利这件事情，可能很多网友还没有概念。我们不妨以无名导演成尔的其他几部作品做一个数据上的对比。我这里先强调一下，成尔导演是中国当下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，他的作品当然不能完全以票房来论英雄。他的几部文艺片作品，即便是票房数字不够理想，依旧具备非常好的文艺价值。成尔导演第一次大面积进入到影迷视野当中来，是凭借2012年的院线电影《边境风云》。这部影片由孙红雷、王珞丹主演，最终该片获得了 2922.5 万元的票房。该片风格凌厉，也奠定了成尔导演以后的影片类型特征。也是通过这部电影，让成尔导演成为业内新宠。成尔导演第二次大面积和影迷见面的作品是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，这部电影由葛优、章子怡等10几位知名演员主演，它的最终票房是 1.22 亿元。葛优老师和章子怡老师到底是多大的知名度，影迷们都知道。他们两位都是中国电影圈最顶级的演员了，属于塔尖上的。那为什么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最终票房只有 1.22 亿呢？因为成尔导演的叙事、影像风格对普通影迷确实构成了挑战，很多影迷根本看不懂。这就是爽片和文艺片的区别。爽片卖几十个亿，其实都不如文艺片这1个亿震撼。葛优和章子怡这样的顶级演员助力起来的成尔导演的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票房 1.22 亿，是一个值得对比的数值。来到2023年的无名，梁朝伟和王一博主演，最终票房是 9.31 亿元。梁朝伟、周迅等无名的主演当然是真正的业内顶级演员，和葛优、章子怡的知名度不相上下的。但是，有成尔导演的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的票房基本盘在那里，这意味着，如果无名只有梁朝伟、周迅来扛票房的话，那最终可能也是 1.22 亿前后的数值。但是，这一次，无名当中出现了新的变量，那便是青年实力派演员王一博。这里，我为什么没有用流量明星王一博，而是用青年实力派演员王一博呢？因为也是从电影无名之后，我才认为，王一博不应该简单视为流量明星，而应该看到其在演技魅力上的独特性，他是有实力成长为葛优、梁朝伟那样的业内顶级演员的。正是王一博这个变量的存在，
让文艺片《无名》获得了 9.31 亿元的票房，并且实现了 1.19 亿元的盈利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是一部商业片，卖10个亿前后的票房，真的没啥，爽片嘛，肯定票房高。但是，一部审美水平极高的文艺片，也照样卖出了近10亿元的票房，这其实是现象级的，是可以进入到中国电影史当中的一个内容。显然，王一博这个变量在凭借自身强大的票房号召能力，实现对文艺片的巨大助力。目前来讲，还没有任何一位演员可以说自己主演的文艺片能够实现 9.31 亿元的票房。这个战绩可能在短期内没有演员可以打破。那么，我们不妨也看一下王一博其他几部电影的票房数字。2023年4月28日，王一博、胡军主演的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卖出 8.5 亿元的票房。同年7月28日上映的《热烈》，黄渤、王一博主演，最终卖出 9.13 亿元的票房。2024年五一档期的《维和防暴队》则卖出 5.11 亿元的票房。尤其是《维和防暴队》的 5.11 亿元的票房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2024年以来，院线电影票房进入到了一下相对低迷的状态当中，很多实力派演员、流量巨大的明星主演的院线电影，最终的票房都是千万级别的。比如说，同样是在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当中出演角色的于适，在2024年的新片《欢迎来到我身边》当中，只获得了 4001.7 万元的分账票房。截至文章发布时间，我曾在聊《欢迎来到我身边》票房成绩的文章当中提到过，衡量一位演员有没有号召力，院线电影票房是最好的数据参考，因为这个院线票房造假的成本太高，它需要影迷们一个一个的买票才能实现。换言之，得有真人买票，才能实现多少票房数据。光有键盘就不好使唤了。当然，王一博有票房号召力是一个双向的原因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主演的电影确实对得起影迷，没糊弄视耳。很多影迷在无名之前对王一博的看法应该和我类似，一个流量明星嘛，能有啥厉害的地方呢？等到无名看过了之后才发现，这可不仅仅是流量，而是有实力的青年演员，应该在口碑上保护一下的。王一博后续的几部电影本身质量都相对较高，都是给力的，所以其票房成绩以亿为单位也是必然。此外，王一博的粉丝支持也确实是实打实的。粉丝和粉丝还不太一样，键盘粉丝和影院粉丝就更是两码事了。王一博的粉丝群体则属于典型的影院型粉丝，不仅有影院的真实消费能力，而且有相对较高的电影美学基础，后者是更为关键的。我想，这位青年演员有电影美学基础层次比较高的粉丝群体，应该也是其作品选拔出来的吧。好作品成就好演员，从而让好演员找到自己的忠实影迷，而转过来，好演员又通过自己的票房号召力助力好作品，这就是一个良性的电影循环过程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